超级玛丽被曝有大量心理暗示内容，知道吗？先赞后看是好习惯。我沈文酱子曾经得到过一份任天堂档案，但令我震惊的是，这本书竟是由应急管理出版社出版的。这可是一家专门发行灾害防治内容的机构。那么任天堂到底隐藏了什么危险的秘密呢？这还要从80年代开始说起。1983年，西方游戏行业即将崩溃，但万没想到，太平洋另一侧的一家极小的公司任天堂突然绝地而起，带着马里奥和塞尔达瞬间占领了全球市场。在当时，像世嘉、雅达利这种行业大佬完全不能理解任天堂的崛起，因为在他们的眼中，任天堂不管是在技术还是规模上，都只是一家三流公司。但当他们私下找人调查了之后，竟然有惊人的发现：任天堂公司内竟有一大批心理学家。一时间流言四起，称任天堂在游戏里设置催眠暗示内容，才导致任天堂的游戏大火，逼得任天堂不得不出面做出解释。但万没想到，任天堂的负责人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：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一拿上手柄就会玩超级玛丽？其实这就是游戏史上最伟大的心理暗示，因为你每走一步，其实都是被设计好的。游戏刚开局就会出现一个板栗仔把你碰死，是为了告诉你他不能碰。然后你在遇到第二个板栗仔的时候，你就会本能的跳起来躲避。但程序员早就想到你会起跳，所以在你的头顶放了一块砖，阻断你的跳跃，使你正好踩扁了板栗仔。而大人魔长得很像板栗仔，程序员怕你不敢吃它，他们设计了一个管道，猝不及防地反弹了蘑菇的路径，正好砸到你。程序员们就是用这一系列的心理暗示，让你一上手就会玩超级玛丽。而任天堂这家小公司就是用这一招干掉了数家老牌游戏公司，